有缘人，如果你不看我这条影片，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咱们的老祖宗为什么要劝人们日行一善。日行一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原理，能够使人逆天改命呢？日行一善的威力到底有多么恐怖？你也许会半信半疑，但是当你明白了原理的那一刻，一定会让你觉得后背发凉，毛骨悚然。我希望你能看完，彻底改变对待自己人生敷衍的态度，用心打造一个高级的灵魂。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，不管是儒家、佛家还是道家，没有一个不叫人向善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难道仅仅是因为做善事有好报吗？做善事到底是怎么得到好报的？你清楚吗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做不到日行一善，甚至做不到善的？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背后的运作原理，没有被彻底的震撼到，你是不可能有能力日行一善的。人在无名笼罩之下是不可能管理好身口意的，别说是日行一善，哪怕让他做一件善事都很难，甚至能不做恶就不错了。接下来的内容涉及一点玄学和神秘主义，有缘分有福报的人一听就懂，一听就恍然大悟了。行善积德。1.1，我们用什么方法能使自身得福最快？什么方法使我们心中所求很快如愿？日行一善最快。日行一善者，就是每一天做一件好事。好事的含义非常广大，能利益大众的事就行，或施以钱财施人，或以教人为善，或以安慰正处在痛苦中的人，或以修桥修路，或以建佛塔寺，或以送米送油到贫穷人家中，或以送医送药济病人，可以照顾孤寡老人家，或以照顾失学儿童。有一个居士学习了佛法之后，懂得佛法的妙用，也从中尝到了积善积德的利益。他有一个邻居，做事老是不顺，儿子总是找不到好的职业。居士告诉这位邻居，若要顺心，可以用日行一善的方法。邻居听后非常欢喜，并请教最易行的日行一善。居士告诉这位邻居说，您可以叫儿子每天拿2文钱出来做善事，用1个袋子存放，等一段时间积多了，才一起拿去做善事。但是必须每天都拿出放在袋子中，这样念念每天提起善心，因为我们一念善，善神即刻会来护持。当每天善神都在我们身边时，我们所求的事就会易于如愿，这样花钱也很少。这位邻居如法而行，过了1个多月，奇迹出现了。儿子得到热心人的帮助，找到一个好的职位，感到不可思议，同时也很感谢居士和善法带来的好处，从今更是众善奉行。1.2，日行一善得福快。那日行一善能长寿吗？
老天历来喜欢为善的人为宠，就是这个为善的人过去生中业障很重，老天也会减轻这个人的伤痛，增加这个人的福泽。有一个姓许的老妇人，生性慈祥，热爱做好事，每天早晨她都会拿着扫把将她家门前的道路打扫得很干净。有时路上被行人车马踏得崎岖不平，老妈妈总是将路填平，使行人不会踢倒。一天又一天，老妈妈已经近90岁了，她的身体很好，精神也很好，90岁的高龄，但是这条道路似乎离不开老妈妈。很多人都不知她究竟活了多少岁，只知道老妈妈很长寿，也不会生病。老妈妈每天的扫地填平地，可以说日行一善，故此日行一善能长寿，并且能远离病痛。1.3 日行一善既得福，又能长寿，那么能避祸吗？为善的首要作用就是避祸。不管一个人的福气有多大，如果经常出现意外事故，祸从天降，福气就会折一半。但是很多祸害是过去生中所定，不能避免。有一句话说，定业难逃。我们若能避祸趋吉，也是一种福报。林家庄有一个姓林的中年妇人，从年轻时都乐善好施。由于林家庄处于山间，下雨路上的土壤流失，造成行人不便，林氏总是将道路整平，使路人好走，这样既施财物又出力，还经常到庙中做义工。后来林氏的儿子在城中开了一家饭馆，很快就发财了，生意红火。林氏也到城中帮儿子做生意。由于开饭馆毕竟离不开杀生，夜报不久就来了。林氏自身生病了，到医院一验查，得了绝症。医生说可以做手术，但是成活率几乎是零，只有一丝希望。因为做过同样手术的病人无一幸存，虽是无望，但是由于孝心，林氏的儿子不惜钱财也要试一试，请医生为母亲做手术，同时还请法师为母亲消灾普佛一堂。手术后奇迹出现了，林氏恢复了健康，医生也感到不可思议。先前的病人都是在手术中身亡，唯有他幸存。林氏后来很长寿，活到很老很老。也不知道林氏从年轻一直以来是日行一善，还是日行二善，还是日行三善。总之他的善事做得很多很多，他的善心感动了天地，本该寿命已尽而能增寿，本该大祸临头而能避祸而过，福气很大。确实若能避祸趋吉是一种大福报，行善积德更能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，而一心作善。2.1 为什么同样都是在学佛，有的人越学越不顺心，有的人越学越有福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于有没有如法而行，佛祖所说的教理我们是否契合？
有时没有礼佛的人，他做出来的事是佛法善法，也能得福。我们要知道，学佛要顺理顺心，是要拿出钱财物品来布施奉献，使大众得益，我们才能得福。若是存心贪存不义之财，那能得福？所谓好善必昌，若是不昌，足有余殃，殃尽还昌。有的人修学算是认真，但是没有用慈悲心去修学，有时或邻居或家人一点小小事，造家不修，烧掉了功德林，故此难得福顺心。有时虽有行善造福，但不好恶习没解，故延慢了福报来临。有时福分已经很大，而心不知足。我们只要一心做善做福，不要害怕福报还未来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因为福种子已种，结果是快慢而已。也有一些人提到，有很多人不学佛，为何他的福报很大？谢善人未发达时，已是慷慨有加，不久在外面发了大财，为村里修桥修路，村里的老病贫穷，他每月都发给他们生活费。这样做了几年，善事做到了城中，听到谁有困难就帮助谁，他也不图名气不名气，福报不福报，反正有好事就做，自己开心就好。这样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更加顺利了。不知道谢善人是不是菩萨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佛，反正他的举动就是菩萨精神，他的行动是符合佛祖的教导。金刚经说无着相布施，说的就是谢善人这样，因为他发心钱财做好事，不求回报也不求名誉，唯有使大家能离苦得乐，这是不学佛而自学佛，甚妙。当然谢善人若能是现学佛，既得慧来又得福，又能学习佛祖柔忍万分，既得福德又得相好光明，那是最圆满的，做大众人的好榜样。很多人对于学佛有心理障碍，以为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因为学习佛法只不过是用一种方法，使我们得福德、慧德、相貌好而已，而不会去盲目乱求，浪费时间而已。乱求不能得，方法正确才能得。佛经说，一切善法都是佛法，也意味着一切善事好事，佛陀都极力提倡，因为它会带给我们安乐和福利。故此，我们想要得好的果报，就必须如法而行，一心为善，好处多多。2.2为什么一些人做了很多坏事，反而能发达？有一些人老实做人，反而不能发福。目前做坏事，不能代表他以前过去生没做好事；目前做好事，不能代表他以前过去生不造罪业。目前做坏事，以后会受报应，但是报应不一定会现生报。若能善恶业都会现生报应，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坏事了，都会去做善事。
因为今天做了点坏事，明天就搞得头破血流，家破人亡，人人都看到，很可怕，故此没人去造罪。如果今天布施了1元，明天就会得到果报万元，明天布施了10000元，后天就会得到果报1000万上亿元。那么大后天我们阻止他不要发心布施，他一定会打人骂人的，因为一发心就会有现报，这生意太好做了。目前为人老实，多做善事，而碰到不顺，那是诸佛菩萨上天帮助他把过去的恶业重罪改写为现报轻报，应该不必伤心才是。不明的人看来还以为好心无好报，那是错觉。其实这个老实人已经减少很多大祸临头的灾难了，福自然会慢慢诞生。而那些目前做坏事而得福的人，由于过去生福报后的原因，本来他可以享受很久的福，但被坏事一扰乱，福就不能享受久了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春风得意，风华正茂，突然生了一个病，或是被车一碰，或是被石头一砸死了。当然，做坏事得福的人不全都会目前得恶报，但都会减少和损掉很多福报。而我们又经常看到一些老实汉将饿死了，又有了一点吃物，屎未饿死，病得差不多了，吃了点药又好了，这样反复不死不活，到了老年，家道兴隆了，子孙都很争气孝顺，老实汉反而享受起了福报来。原来断恶也是一善。2.3，人们都会有烦恼，有时烦恼到不得了，该怎么对治？最烦恼的时候就是最消业的时候，而烦恼也是无常的，过去了又会转好。人们的烦恼都离不开贫穷、疾病残缺、丈夫不夫、妻不忠贞、子女不孝、老年丧子、中年丧夫、孤独一生没有眷属、家庭不和、邻里不睦，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常见的现象。战争年代暂且不论，已经是烦恼到不得了，但是我们就是有烦恼，才必须来修道。诸佛菩萨见众生有烦恼才来注释，不然佛祖也不必注释度众生了。修道就是修出一条阳光大道来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烦恼即菩提，我们就是有烦恼，才会来寻找远离烦恼的路子。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的是，烦恼是从过去生中的不做布施和偷盗赌博，造成贫穷和家庭不和而产生的。所以我们若是从今以往常行布施，不偷不赌，就会远离贫穷烦恼，得到财富和家庭和睦。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的是，烦恼是从过去现在生中广杀众生，血肉肠口，造成各种疾病和身体残缺而产生的。所以我们若是从今以往戒杀放生、持斋持素、
就会减少和远离疾病烦恼，得到健康和身体圆满。而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的是，烦恼是从过去现在生中广行淫色邪淫，不敬父母，不爱妻儿，不敬丈夫，邻居亲朋好友不和而产生的。因为淫色邪淫会造成没有丈夫妻儿，不敬父母会造成孤寡，不爱妻儿会造成克妻和曲折命运，不敬丈夫会造成守寡一生的报应。所以我们若能远离这些恶习，就会得到家庭顺利和睦圆满的福报，烦恼生自然会烦恼灭，灭了就没有，而我们不再造新的烦恼业，老烦恼灭而新烦恼业不造，就只剩下福业了。这就是对治烦恼的妙方。我们这样做，心就会透出清新的空气。三、孝生功德。民间一直都盛行祭拜父母先祖，这很重要吗？我们年节祭拜父母祖先，清明扫墓，超度七世父母，超度祖先都是一善，功德无量。很多人这样想，年节祭拜父母祖先，他们究竟有没有来受供？根据六道转回，我们的先王若是还在轨道，未曾转业为人，当然我们祭拜会有作用。若是先王已经转业为人，我们祭拜超度会增加他们的福分，他们增福分，我们再生之人也会增福分。地藏经说到，我们为先王做7分功德，6分我们自得，先王的一。再者，祭拜超度先祖父母，念念提醒大众应敬重和孝顺目前在生的父母和祖父祖母，以及上辈数百神母，就近孤遗，起着提醒的重大作用，故功德无量。故我们应对超度、祭拜、扫墓扫塔心生亲近，平时要多念佛、持咒、诵经，超度祖先。4. 求福良方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，或是做善事，或是读诵大乘佛经、心经、金刚经、阿弥陀经、地藏经、普门品、药师经、法华经、无量寿经、楞严经、僧伽扎经、华严经等，以回向祈求福报来临。但是有的求得到，有的求了一点点感应，有的所求不能如愿，那么我们还要祈求吗？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青年男子喜读经，乐善事，经常祈祷佛菩萨能使他各事顺利。这一切邻居的老婆婆都看在眼里，就过来青年男子家中坐。老婆婆问：你历来行善积德，心中的愿望祈求佛菩萨能实现吗？青年男子答：不能完全实现，但是感应很大。接着说，第一次我求佛菩萨佑我能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，但结果我只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虽然工作平常，但生活安稳可过。第二次我求佛菩萨佑我能得美貌妻子，但结果我只找到一个哑巴的妻子，虽然妻子哑巴，
但性情温柔贤惠可人，对我关怀体贴。第3次，我求佛菩萨佑我能生得一男孩，但结果我只生了一个女儿。虽然是女儿，但女儿活泼可爱，聪明有加。青年男子接着说，这3次虽然不能完全如我所愿，但已是感应很大。我知道自己的业力很大，福利短浅，在佛菩萨加持下，能得如是，我已是心满意足。如今我一家生活从容，欢欢乐乐，胜过很多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而吵吵闹闹。故此，只要我们行善积德，感应无大，也会有小感应，那已足够我们心安理得安度人生了。老婆婆听后非常感动，感觉到善良的人而满怀欢喜，以及佛菩萨默默的赐予，也随之发修善积德。所以我们祈求佛菩萨赐我们福慧力是应该的，不足为过，应该如法祈求。是以求福的良方就是多多做善，善事顾得越多，感应越快来临。5. 刻苦施善。我们的福报是来自于过去布施财物，那我们就不用拼搏努力吗？拼搏向上，刻苦耐劳，勤俭朴素也是一善，何以故耳？布施钱财是得福的正因缘，拼搏劳动是得福的助因缘。我们若是过去不做布施或少布施，现生之中就是非常努力，也只不过能过生活而已，不能享受富贵。我们若是生于富贵之家，而整天不务正业，只顾玩乐，当家庭变故时，就没有能力去创造和重新家业。所以拼搏努力是延续富贵的根源，是以为善。古语言，穷鬼不敌辛勤汉。世间上有一条规律，当一个人能够辛勤劳动，勤俭朴素，那么这个人去到哪里都不会饿死。这个人不管社会怎么变故，他也不用去偷去抢去骗，因为辛勤劳动就会有回报，而勤俭朴素的人就会有积蓄心，有了积蓄心，他就不会大开大市，故就是不会发达，也一定不会饿着。所以契合了俗语贫不贪即是德的妙理，是以称勤俭朴素、拼搏努力为一善。再者，出身豪门能使继续创造物质，广大家业，也给下一代留下榜样。当一个人的心放在发展中，他自然不会游手好闲，也就没有时间去做放逸之事。这样以身言教，下一代子孙也就不单能守百年基业，而且能广大门户，延续了财富。再来，广大财富施济世间贫苦之人，已是轻而易举，又延续了来生的财富，也给子孙留下了福音。所以富能施予，能在发展产业，也是一善，而来源于自身刻苦向上所得之钱财，用来布施，功德将大于继承或易得者很多倍。
不富有的人几文钱布施，功德跟富有的人很多钱财相等，而很多钱财当然会带来实质性的功德，但不富能施者的心也会带来感动性的功德。6. 结良善缘。为什么要结善缘好缘？因为结善缘好缘就会有善报好报。我们一生之中，如果遇到的人对我们都很好，这说明我们过去生广结良缘的缘故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去到那里就是贵人多多，而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就是贵人的提携，才得功成名就。说得更破，就是世界是没有哪个人没有贵人相帮就能成就，只不过贵人是谁而已。纵然贵为帝皇，他的贵人是全国老百姓、众大臣的扶持，若不得人心，兵不政变，转眼间皇室已成他人产业。所以身任要职，权贵万分，辽阔风土，良田园城，都是有很多人在助力。而助力贵人正是我们过去生好缘善缘所结而成，才感到他们来帮助我们。结好缘除了用钱财和物品与大众结缘外，还有很多不用财物的方式。身居官职，对下属百姓能爱护有加，即是结好缘；身为老板，对员工能关怀备至，即是结好缘；下属之人，对上司能尽职忠心，即是结好缘。人有苦恼，我们能对他说几句温语，即是结好缘。路有石头，我们除去，即是与过路人结好缘。懂得善法，我们教育他人也能学佛法和布施作福，即是与被传人结好缘。对邻居熟人，我们能笑脸问安，即是与之结好缘。病人病困，我们能安慰和护理，即是与病人结好缘。念一句佛号和讲一句妙法与他人听，即是与之结好缘。与人接触，或买物时，或卖物时，能对人有礼貌有教养，即是与人结好缘。身作义工，即是与被服务者结好缘。这样我们与大众人结下好缘，也是一善，也能得到人见清净和好名声的果报，更能得贵人提携的福报。7. 诚信是善。为什么为人处事要诚实信誉？经中说，直心为道场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，为了夸耀自身的能力，在别人有急难的时候夸下海口，说你的事是小事情一件，我轻易能帮你办，结果耽误了别人的事情，使人因此误了大事。而他本意也没有什么意图，只不过想炫耀一番，没想到造了罪过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是故佛陀教我们直心是第一道场，就是不能益人，最起码也不要伤害到他人。像上面那个人，他会感到来生常受欺骗和做事难成的果报。有一些人质疑，诚信只不过说真实话，不打诳语，为什么也称为一善？诚信不单是善，而且能产生善法。因诚信的人稳重、
朴实，说到做到，大家都信得过。故生意找上门，工作找上门，大家都感觉跟你做生意或找你办事都有安全感，不会被相害，所以能生善法，能够感到来生所欲善友、善知识、所逢名师以及所遇之人都能以诚相待。今佛陀将其放在第一位修学之心，是为苦口婆心，意义重大，并称诚信为第一善，何以古耳？若是一个人说的话是假的，那么这个人所做一切事，所对一切人，那一件是真的呢？是故大丈夫不会忘了昨日之言，诚信是一善。心善是佛。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会闹鬼？鬼并不可怕，造罪才可怕。一造罪，到处是鬼，因你的心是鬼的心；一行善，到处是佛，因你的心是佛的心。我们行善积德，就是满屋是鬼，那没关系，这些鬼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护我们的法，甚至会求我们积善之人超度的。有一个女人，她是做中介工作，也结识了一个懂风水五行捉鬼的人。女人一边帮人找房，而后为了挣多点钱，就忘说房屋不清净，必须请大师来捉鬼，这样房屋往后就会兴旺，人家也就听着女人的话。女人和风水先生挣了不少钱，后来不知怎么搞，女人的家中真的闹鬼了。她将房屋便宜卖掉，重新买房，又闹鬼了。再便宜卖掉房屋，女人已经没钱，只得去租房，最后一无所有。又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结识了一个佛友，也跟着他学佛，从此佛友带着他修善积德，也接触了很多善友，一起做好事，广种善根，广造福利，去到哪里都是在修学善法。过了几年，这个人的恶友没有了，只剩下善友。他吸了一口气，很新鲜，感觉心旷神怡，感善知识和佛祖带给他无限光明以及福庇。此时这个人觉得很温暖，如沐春风，因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，人间温情多多，很多人都对他很好，生命产生了意义。却原来这个人的心是佛的心，所以感觉这个世界充满爱，足见心善是佛。其实哪个地方若是不干净闹鬼，在那里设一佛座，诵几遍经咒，超度一下鬼神，自然会康复清净。用解怨释结的方式超度他们离苦得乐，转世为人，这才是彻底的解决方法，这才是善举，这些都是虚妄。经中说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不净之物来源自于我们不清净之心，来源自于我们广造恶业之心。若我们的心存善念即是佛念，何来之鬼？故为摩诘经说，心清净故，见净清净。
9. 富则是善。佛家提倡放下心身，但为什么又提倡负责之心？佛祖做众生不请之客，无缘大悲，见我们身处烦恼和苦难，不惜艰难而度众生，可舍尊贵皇位，妻妾温情，只身于菩提树下6年，日中一宿，先于彻悟极品，再而广化有情。若是居家作转轮王，不外利国利民于一世。今出家成道，救十方众生于万世，重大责任落于一身，不曾设立。有一老板，从初始几名员工，直至成为大公司，员工上万人。此时老板的财富多到不得了，10辈子都花不完，就连几代子孙的一生富贵都挣毕。他想，我就是这样挣下去，会挣更多的钱，但是那已是一个数字而已，对我毫无意义。第二天，老板开了一个会，把自己的意思说给大家听，决心生意不做。此话一出，全公司上下大为震动，大家都对老板诉说，您生意不做了，我们应怎么办？此时此刻，老板意识到，目前不是自己10辈子都花不完的问题，而是对上万名员工要开饭的问题。他身负的是一个社会责任。从此，老板更积极做生意，并更加优待下属人员。这样一来，这位老板把将做生意很累的内心障碍一下子就放下，担起了对全体员工尽责的担子。善哉，是故老板优待员工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员工为老板尽责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父母爱惜子女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子女孝顺父母是一种责任，是善；老师教育好学生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学生敬师长而学优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为官者为国为民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为民者奉忠守法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为夫者爱惜妻子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为妻者忠贞体贴丈夫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；兄弟妯娌相亲相爱是一种责任，是一善。我们只要对我们身边的人尽心而为之，关于成绩能力如何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们无悔。所以佛祖教导我们放下心身的事，我们不要执着，我们要为身边的人做到某种程度，要尽力尽心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平静，身心自然一态放下，并且倡导我们周围的人日行一善，乃至日行百善，让大家都能体会妙法的安乐，向善的殊胜。世间上一切事，不是你把愿望定得很高就能实现，那只是空头说话，是口头禅而已。我们只要面对现实，实事实干，把目前的事尽力做好，以后也就能功成于未来。因此
心性柔和，从容不迫，为放下身心，尽力而为之，自然生产则止之心。善哉，富则是以善。10惜物为善。浪费公共财物会消福吗？爱惜公共财物是否宜善？公共财物不需要我们花钱，花掉了是公家出钱，但是我们一生花多少钱，吃多少东西，用多少物品，都是注定的。公共财物和公费包含在内，也在我们福分之内花掉了，即会消掉我们的福。例如在商店和公司的水和纸都不是我们掏钱，我们洗一下手，用了很多很多，都不是我们花钱，但是花去了我们的福。古时有为天地惜物业之说，古圣贤教导我们珍惜一切财物，不要铺张浪费。有一个官宦人家非常富有，府中一切用物特别浪费，但是得志之时，浪费再多的东西都不算多，也看不出。到了后期，家道衰落，府地卖掉，日吃难度。他的邻居虽贫寒，是善人，每餐都叫富人到他家用餐，反而供养起官宦人家来了。官宦人家虽过意不去，但是只得如是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官宦人家非常不解，就问善人说：您的家道不是富裕，但是供给我们吃这么久的日子都能供给，到底你们在挣什么大钱？善人听后哈哈大笑，告诉官宦人家：您在我家吃的这段时间，米饭都是原来你们府沟里流出来的剩饭，我洗后晒干积蓄下来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吃不完。这时官宦人家恍然大悟，悟的是大福报一下子被他消完，悟的是他长年累月浪费了这么多东西，到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官宦人家多余财物用来布施，不浪费，既不花掉福报，又积蓄福报，两全其美，就不会沦落至此。所以不管公共财物和私家财物，我们不浪费而爱惜，就是一善。11慈悲体恤。很多人修学都各执一见，都认为自己学的法门是最好，别人学的不如我，甚至轻视他人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不管你学什么法门，你的心要越学越好，越学越心慈，并不是越学越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越学越看不起人，亦轻视他人，即你的悟性就会最低。因为未学法之前，轻视人可以理解为不懂法，懂法后若如是，即悟性根性会更低，功高我慢很难对治。佛祖的法门学了之后，最终使我们的人格为慈悲喜舍，就是正确。但是佛祖的法门学了之后，用来炫耀，用来轻贱人，用来贬低他人，那不是佛的教导，是你内心的魔在作怪。若相反能关心他人，爱惜他人，即刻转为善人。说的再明的话，
佛祖这2000多年来之所以受万民礼拜和供养，就是佛祖爱护救度众生。天魔外道之所以大家都可怕，就是天魔外道伤害了众生。当然，佛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，都能令众生离苦得乐。不要说学了一个殊胜法门，就是听到一句佛菩萨的名号，或者听到一部经书的经名，就不会堕落恶道，而且得福无穷。故此，有在天上听不到佛号，不如在地狱听到佛号。只说明佛力不可思议，而您学到殊胜法门，可喜可贺，更应深入学习佛陀慈悲之心，体恤众生疾苦之心。我们应把执着放在精进办道、利乐众生之中，而且应执着一辈子都这么做，才是完美，才是一善。华严经说，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，也即是如来要我们有利益大众之心，才是善法。12. 种福得福。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布施，用什么心态来做福，福泽会更大。怎样使心能快乐？我们要用欢喜心和快乐心来布施做福，福泽就会很大。施予最穷的人就会快乐，只要能舍就会快乐。有一个国王出门采到一箱金子，他命随从的人再挖下去，一共3层都是金子。国王又命人再向前挖下去，一直5公里都是金子，也都是3层黄金。国王非常奇怪，什么人这么富有，埋藏这么多黄金在这里？他非常想知道黄金的主人。国王请来佛祖10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尊者。迦旃延尊者是大阿罗汉，就入定观察金子的由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有一位得道高僧来到了集市，把将手中的钵放在石头上。高僧大声说，谁能布施钱财，谁就能得福的快乐。这时有一个贫穷的小伙子听到高僧说后非常欢喜，将身上3文钱放在僧人的钵中。此时小伙子感觉从未有过的欢喜，原来布施这么快乐，我只布施了3丈钱，心情就这么好。小伙子未能埋藏内心的欢喜，蹦蹦跳跳哼着驱跑回家，一路上快乐无比，未能停止布施3文钱时的喜悦。跑了5公里回到家中，迦旃延尊者出定告诉国王，国王，那个小伙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国王您，也即是说这些金子的主人就是您。由于小伙子发心布施后快乐跑了5公里，才赶到这5公里的黄金。本来3文钱不算多，但您用欢喜和快乐的心来布施，使3文钱的果报变得很大。国王听后法喜充满，深深懂得布施和用欢喜心布施的好处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金刚经教导我们无着相布施，事后不要挂念我施了多少钱，心很疼
或是我有失就要得功德的念头，要像小伙子一样失后快乐，快乐而不失，因为他的心念是被施者得钱后能养生活命，或是解除目前困苦，故使人离苦得乐。我也快乐，他的念头是落在于利人之中，故此果报很大，得道高僧，为大众得福而受施。若能供养之，当然功德福利也会很大。所以3文钱之因，换来5里黄金之果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而谈到布施最贫穷的人，亦得快乐，因为最穷者一定更非常急需钱财，小小钱财如临干露，一般富有之人很难理解穷者的处境。所谓滴水如甘露，对于我们小有能力的人而言，几文钱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在贫穷者而言，几文钱好比一个人在沙漠走了100里路，口渴难忍，此时有人施了一滴之水，真是如逢甘露。虽是一滴水，使这个人不会渴死在沙漠，勉强走出沙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施予者看到施予的力量，心情是有多么的快乐。有时施几文钱于穷者，不单是施予几文钱，而是施予一条生命，故欢喜无比，甚善之至。13溺爱贫穷。为什么帮助越贫穷的人功德就越大？越是穷贫的人，往往大多是生活能力较差，身体也不是很好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谁人都想身体健康，自立能力强，但由于过去生业力深重，不能如是。有一位好心的女士在办公的柜里放了钱，她的柜里钱被人偷了。女士感觉这位偷钱的人一定很需要钱，也猜到是同事所为，于是她不断地在柜里放钱，直到放上去的钱不再被偷。到了后来，女士生病住院，有一位女同事很关心她，经常照顾好心的女士。原来女同事就是偷她钱的人。女同事向她诉说了当时情况，若没有女士的不断放钱在柜里，她母亲的病就不能医好。女同事是来报恩的，女士又收了这位同事女孩子为干女儿。干女儿尽一生报恩于孝道，曾有相士为女士算命，算她在生病了1-2年就命终。结果好心女士度过苦厄，活到很老。原先相士算她的福分又增加了许多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位女士对于小偷还溺爱如此。在此，有人认为对小偷应狠狠打击，当然不务正业之小偷我们应另当别论。女士能观察入微，知道此小偷不是为偷而偷，而是自己同事有难迫不得已，而更能暗中资助，可见心地及悟性之高，实应赞叹。善中之善。又有人认为贫困疾病之人是过去恶业所造，应受报应。佛在经中也是这样说的，但是在他们遭受报应之时，
有人伸出援手助他们一臂之力，那么大家的业力会减少很多，他们过去的恶业造成现前的恶报，那是过去不懂法识所造，已经没有办法。而目前我们对他们关心，财力资助，授予法门，正是解掉以前恶业的良方。而我们又在这些行善中与大家结下好因缘，种下好福报，而诸佛菩萨若不做我们众生不请之客，我们将会长沦苦海，求出无期，就是露头吸气的机会都没有。故此诸佛菩萨溺爱我们积结苦路，历生以来广造罪业，辗转造业，恶性循环，那有得福之时。而佛菩萨各大神圣在我们心乱如麻，苦痛万分之时，施予我们溺爱，救我们于贫困疾病早日脱离，那是慈悲喜时。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富有十足，什么事都很顺，但是我们今得人身，脱离了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之苦，那是诸佛菩萨圣者所赐，故我们念报深恩，对于苦难者，我们应多多帮助，常行善行，以作天伦。所以古人有非爱之爱才是真爱之说的是教育大众向好向善，听似批评，实质是为对方好而言。而溺爱之爱也是真爱之说的是慈悲之爱，溺爱贫困疾病之人，悯怜及其施予供养，那是大善也。整天不要想着我是多苦多苦，我们应想到众生多苦多苦，忘记我了，苦就会减少，想到了大众人了，福就会增多。因此帮助越苦越贫的人，功德越大。14美满良缘，如何能得到美满家庭？在三世因果文说到，美满的良缘，美满的家庭，来自过去生中佛门多结善缘，常修梵行，清净庄严。我们若是有福分，世间上好人好事，一切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的。若无福分，业力重重，怨憎会，爱离别，所有痛苦的事都在你身上发生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业力深重就自暴自弃，要坚强面对现实，不必烦心。我们力争造点好姻缘，以迎未来福庆，更能改造出美满的命运。修学之人，因要造得好，才能得好结果。因此要纯洁，不要挟杂私心杂念，更不能利用佛法来得到好处，要一心去弘扬佛法，救济贫苦，念念为佛陀的事业着想，念念为大众能离苦得乐着想，我们当然也就能得到功德。娇妻美女为何因？前世佛门多结缘，这是三世因果文，告诉我们世间上一切事都离不开因和果。佛陀的教导更注重于道德的修为，而来体现相貌的完美，
事情的圆满在普门品中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香之女。素质得本，众人爱敬。而礼拜供养菩萨，实质是教导我们要修福修慧，积蓄得本，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这样自然得证自身和家人的庄严，以及万事如意的福报。虽然人天福报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，但是圆满的人生，圆满的家庭生活和成员，且有助于我们的修道，那是助道因缘。实际我们今生若能得一个完美的家庭，更能佛化家庭，大家都能向善修学，此是过去生积功累德的缘故。世间万变，念念迁灭，很多人得不到好的缘分，就铤而走险，有违伦常，或舍了糟粕妻而另换新欢，或舍无能夫而攀新贵，或不舍之而乱伦常，累及子孙，乃至变造来生再现的不如愿眷属之苦，犹不知今生之果是过去生所造。今生虽有很多不如意事，而能欢喜接受，即灭无量恶业，况或娑婆世界，转眼成空，一切都是假，唯有修行真。是故君子之寿，子孙之昌，今日之贵，昨日之功，是以佛门多结善缘，自身利人少欲，修清净行，是一善也。15福分翻倍，有什么妙法使我们所做福利增倍？只要我们把将自己所做一切好事，一切善事，所修一切善法门，利益大众一切行动，亲口传教给另外7个人，使他们依法而行，我们的功德和福分就会翻1倍。也即是教育7人之后，我们等于2个自己在得福。在我们条件准可的情况下，我们若是看到好的佛书，能够翻印1000本，使很多人都能得到利益，如是亲口传于7人和转印1000册的功德，我们至少可以7生7世去做个大富翁，回向极乐也速能得正，佛道也进了一步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妙法。法华经说得很明白，就是我们亲口传的人再去传其他人，我们依然得福，何况直传之功效。做个大富翁虽是人天福报和俗法，但是佛陀在经中说道，初地菩萨常为人王，常为大财富者，常修布施波罗蜜，因为唯有大财富的人者，才能成就布施波罗蜜，才能满足菩萨之情。若是成就布施波罗蜜，从今以后自信中有无量宝藏、无量宫殿，更能利及无量众生。我们这个世界种少善根，获大福报，原因就是这个世间恶缘多，难得做点好事。所以我们要在苦短人生中种下长久福因。于是
我们亲口授教善法于人，印造经书送人，网上传播大乘佛法及善文，善中之善，得益甚多，翻倍福庇，也是一善。16. 原谅是善。为什么原谅他人过失是善法呢？作为凡夫俗人，有时难免会有过失，能于悔过即是为善。过失当然会伤害到他人，若我们被伤害后而能原谅他，即是一善。有一个小和尚，从前以来就得到方丈爱惜，毕生教授正法。后来小和尚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迷，不能自拔，离开了方丈，来到城中。当小和尚在俗尘凡世中感受到人间的苦楚，红尘的无奈，人世间原来这么多的酸甜苦辣，才向往原来的僧家生活是多么的温暖自在。20年过去了，小和尚怀着对世间无限厌倦的心情，回归到本应属于他的清凉寺院，苦苦哀求老方丈再收为徒。方丈非常厌恶地对他说，除非桌子也会开花。浪子失望地离开了寺院。第二天清晨，方丈踏进佛堂，佛堂上的桌子果真开花了。方丈大彻悟，速找浪子回来，而浪子早已在上一天晚上悲伤离去。是夜，方丈圆寂了。临终时对大众说，没有什么错误不可改正，一个真心向善的念头最含有奇迹。浪子已经真心回头，对于红尘俗世已深刻了解，如今回头定是再不会染着可怕的尘劳堆积。老方丈若是能于原谅过去浪子的过错，重修为徒，或者会生产出回头是岸的一代宗师，至少会令一颗漂泊的心中归安乐。那是慈悲和原谅的力量。古有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大慈悲的人，不是说别人做得很如法，你很爱惜他，而是当别人有了错误过失，损害了我们利益和尊严，我们不怀恨他，而且原谅和关心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慈悲。佛在世时，提婆达多经常想出很多办法想谋害佛陀，结果堕落在18层地狱。佛陀不但不嗔恨，而且叫阿难尊者到地狱看望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感动地对阿难说，我出佛心血，世尊还命你来关心我，我很惭愧。于是原谅正是培养慈悲心的好方法，原谅也是一善。17. 家人同善篇。民间有这样的说法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么另外2不孝是什么？它的含义是什么？不孝者3，阿义屈从，献亲不义，亦不孝也。家贫亲老，不为禄状，2不孝也。不娶无子，绝先祖嗣，3不孝也。首先，我们要懂得先贤的用心良苦，也要懂得其深刻意义。第1不孝，父母双亲的行为不正确，我们不要随喜，
并且要好言相劝，才不会双亲不义而还不知道。这句话是极点的说法，自古都是父母对子女的谆谆教导，世间上大都对子女的教育都是从善而行，而此语含义甚深。反过来，我们子女对父母亲的劝导，我们既然能劝导双亲，当然我们自身定然一心向善，利及周边，故先贤教导我们自身有仁有义，有道有德，能利益大众，更能把善法推介给双亲，使他们也能行善积德。这是第一孝，是一善。第二不孝，不勤加努力工作，懒惰放逸，既不能为国办事，又不要做工为商，造成贫穷而无能力奉侍双亲父母。父母够老，为儿女苦心尽操，我们长大成人，若不能供给行为坐卧四大工具，惭愧之至。饮食、衣服、医药无法如以所供，实有失人子之本分。作为每个人都希望自身而出人头地，但人的能力各有不同。自古以来，有能力金榜题名者，当然光宗耀祖，福荫父母，而且利及国家。再者从商经营，满载而归，同样福祉双亲，乃至帮其打理生意的伙计，若是不能得大禄士，殷殷勤勤，做工务农，也能养家活计，供养父母。果能勤俭，虽不得大财富，而生活安心可过，为父母亲者，当然也心满意足。这样阖家欢乐，和谐畅顺，这是第二孝也，是一善。第三不孝，无能力娶亲养子，造成祖先香火没人继承，断绝族里嗣义。第二不孝与第三不孝实是相关联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奉养父母，就不要说能成家立业，他自身都养不活，何况要供养其他人及妻儿。故世间有这样一句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很多人都错解先贤的意思。先贤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生一个男孩子来继承香火，就是不孝。古人苦心教导我们，应有自立能力供养妻儿，不懒惰慢从，并且最切要是教育妻子勤修妇道，孝尊双亲，教育子女栋梁之才，为家国事。若是妻子不修妇道，终日猪狗吠东风，邻居几条巷都与之造假，倒不如无妻。若是儿女教育不好，终日横行霸道，不孝双亲，放纵淫赌，争夺强抢，不如无子。这样不要说是奉先祖祀，摆设的再好，家神牌会被恶妻推倒，祖先炉会被逆子打掉。故此佛祖在无量寿经中说，比喻不孝，不如无子。所以看出古人之用心，是要我们自身修学善法，勤俭治家，并且教习妻子能做善知识妇。
夫妻同心同德，同修良善，教习儿女，爱国爱家，孝养上辈，手足扶体，同学友善，事一孝，事一善。如果不能生男，女子也是同样，我们能施予优善之教，使其得体大方，深解妇德，饱学诗书，流芳于世。如是，虽是女子，也能传承我们极家血统于世间，利益他人。所以佛经记载了圣蛮夫人利益人民之举，龙女8岁成佛，广度有情，佛母摩耶夫人诞下佛陀，度十方千万世，这些都是大菩萨的化身，教示我们女子的力量。所以佛陀在大般涅槃经说道，如果我们能修学于善妙之法，女子也是男子，如果不能体解大道，悟佛之见，男子也是女子，所以能利益和贡献大众者为最，不在乎男子与女子。世间上很多法师或大德居士终身不取而心行菩萨道，使大众离苦得乐，可以说得其利益的大众就是他们的儿女也。此时妙法，无取而取，无子而有子，对众生有献供者就是有后，故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后者希望也，希望者从良善之财终生也。因此我们应着力于培养和教示好下一代人，使其择善而行，利国利民，是能忠勇为家国，才是大孝，才是后继有人。事一善，世间上有很多人错解古贤，没有生育男儿，妻子怀孕后就采用各种方式探知胎儿是男是女，女的就让其流产，此事造极大罪，虽非杀人那等罪过，但罪业已大。既然来投胎我们之子女，与我们定然有大因缘，我们将其流产，会感到我们以后至少500生投胎后会无故死亡，使到不能出世为人。若得为人，常以重病，残缺身体，不得长寿，故我们应远离堕胎，并劝他人不要堕胎。我们若曾堕胎，补救方法可以印造佛经100本，放生1000命，米油施济贫苦，劝别人不要堕胎和为胎儿念阿弥陀佛万遍，以作超度以上种种功德作后，可以在佛菩萨向前回向，胎儿早生极乐世界或转世为人。当然我们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功德可以多做一些，那就更好，胎儿也可早得解脱。如果不为胎儿做点好事回向，胎儿会对我们产生怨恨之心，于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们如能如法而行，自己修身立德，更能善导父母、妻子、子女，一心向善，同做好事，可谓大孝有后。事一善，18必祸向福篇。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事，有时飞来横祸，
应怎么避免？人生不如意事，那是正常现象，飞来横祸，那就可怕。避免方式应是在未发生时下功夫，若已发生，也只是弥补而已。但是已发生了，有2个人都发了大财。那天有一个像是在路上遇到这2个财主，看到他们的气色都很差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2位都活不过3天，3天后铜锣声一响，就是你们命中的时候。第1个财主听后非常慌张，心想我一个身体很好的人，怎么会3天后命中？会不会飞来横祸？这3天我什么事都不做，看你怎奈我何？于是坐在家中也不出外，默默等待3天的来临，等待铜锣声的来临。3天一到，财主突然听到铜锣声一响，大惊，即刻倒地，一命休哉。第2个财主听后也不慌张，心想不管相士说的是真是假，就当真吧，反正我留太多钱在家中也没用。于是财主这3天走东走西，光做好事，乡里未修的路他要出钱，左近贫困的人他给送钱去，生病的人他上门慰问。结果3天过去了，第2个财主还听不到铜锣声。不是铜锣声未响，是财主忙，他只顾做善事，铜锣声一响，他根本就听不到。于是第2个财主活了下来，逃过一劫，还很长寿。可见避祸的直接方式是多做善事，善事的直接方式是使处于艰苦的人离苦，得到安乐。而在口头上说做点好事，而行动不能契合善道，横祸依然无法避免。有一个人在亲朋的推荐下认识了佛法，但是这个人认识佛法后，原有自身的执着和不正之见依然存在。当有人说到行善做好事时，他说不能得福；当有人说到读经功德无量，甚至可以得福时，他说读经无用，不能消灾除难。当有人说到要去做点对大众有益的事时，他阻止别人不要去做，是没有功德好处的。故此他原来的贫穷疾病依然是贫穷，依然是疾病，甚至他经常飞来横祸，本身就有病苦，有时一段时间就不知不觉弄了外伤，稍好一点，过不久再次弄伤。家庭的事一桩接一桩，都不顺利。反过来他还以身言教，对大家说像他一样学佛无感应，他是一个活例子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，也都任他去，反正受苦又不是别人受苦，又不是他不懂佛法。请问你一生究竟做了多少好事，为大众利益了多少贡献，在修行上下了多少功夫？虽然佛力无边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但是一个人的罪业有无量无边，恒河沙那么多，更何况他学佛后根本是在灭佛。
不是行善学佛，能有感应吗？但他就是怨天怨地怨别人，从来就不怨自己修行不好。由于是这样的情况，他的生活无法改变，身体依然不好，横祸经常光临。我们若是心与佛合，就是过去罪业很大，也能平稳度过很多曲折，使能顺利。可以这样说，只要我们肯认真修善学佛，就一定会得福，何况是避祸。19不骄是善篇。为什么不要骄傲我慢？我慢是很难远离的，我慢列在贪嗔痴慢疑之中，与贪嗔痴并排，我们必须远离。是一善，金刚经教导我们不要执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并且把我相摆在第一位。由于我们共高我慢，才会执着我相，我慢心一起，自然就会看不起人，看不起人就自然赶来了被人轻贱和不被重视的苦报，障受尊贵道路。我们若是见到每个人都生恭敬心，那么大家对我们也必定尊敬。一个人地位越高，对任何人都心存恭敬，这样大家被觉得温暖，更是对我们赞叹有加。而且更切要的是，我们在修福修慧修相貌中，我慢心跟修相貌息息相关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长得很好看，但是让人感觉很讨厌，很不顺眼。可以说这个人过去生就是有修人辱力，但是高傲自大，不可一世，所以造成现生长得好看，而又不能让人生欢喜心。我们又经常看到另一些人长得很好看，而又很可爱，令人一见就欢喜无比。这是这个人过去生常修忍辱，对人宽容大量，香花供佛，为人诚恳谦虚所生的，所以让人一看就生欢喜心。是故我们不会我慢功高，待人因诚谦逊，就能得人间欢喜的果报。对于一个修学的人而言，弘法者的功德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弘法者为大众开始佛陀的教化，为大众带来佛陀的福音，所以对于弘法的人而言，音声和相貌也是很重要。这是自身的修行力，而体现在表面的威仪，它能令大家信服和共蒙。是以破掉我相骄傲是世间和出世间很重要的事。世间法可以得到人间欢喜和相貌圆满的果报，出世间法可以得证无尽三昧。20戒杀放生。为什么在佛祖的说法中极力提倡戒杀放生和持素？究竟有何利益？戒杀、放生、持素是学习慈悲心的根本，能够做到功德无量。这三种中，我们若能做到一点，功德就多一分；若都能做到，祸福甚多。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在读经、持咒、念佛，有的感应很大，有的感应很小。问题在哪里？就是在这里。
如果那位修学者戒杀吃素，当他吃起咒来，效果就会很好。当有亲朋眷属生病了，或者其他不顺心的事，请这位修学者为其读经回向，病一下子就好了。原因就是在戒杀吃素的情况下读经，感应最大。因为戒杀吃素会消除很多恶业，立下福利，而放生正是在布施生命，赐予众生各尽天年，不受残害之恩，故得功德，更能消掉我们定业中的病苦。放生功德极大，最为第一。古有吃素补罪业之说，就是说我们吃素能够弥补我们的罪过。大家不要小看吃素的力量，如果我们吃素一天，在以后立生之中的劫难中，我们因为曾经吃素一天的功德，就可以避过一次灾难。何况我们能吃全素，那功德会不可思议的。曾有一位得道高僧说过，全素是大丈夫行径，可见吃素是多么好的事，功德福利大。在众多提倡日行一善中，我们若是素食此心，即是说我们今天吃素，也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。天天吃素，即是天天已经行了一善了。我们少吃一点鱼肉，就是多放生一些生灵，此是善举，是一善21，慈力加持。听说佛祖的慈悲力量不可思议，怎样才能得到慈力加持呢？我们一生行善积德，乃至修行，都希望自身和亲友都能顺顺利利度过每一时光，使能得到美满人生。美满人生是否得到，那就涉及到加持的问题。我们过去生造了很多功德善事，当然我们这一生中就会得福，但是由于我们过去不可能完全造的是善业，有时也造了恶业，而产生了魔障和业障。障碍的出现就会影响我们得福报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迫切的事就是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，就能消除障难，使我们心想事成。我们若能过去生少种善根，福利自然短浅，这情况我们更应得到佛慈加持，才能平稳度过人生。佛慈力的加持，使我们不能达成的愿望也能成就，在人得一生中稍微顺利一点，我们会感受安乐。所谓滴水如甘露，稍微曲折一点，那会很烦恼。所以加持的力量增多一点，使能顺利，与之稍微曲折相比，等于向好的方向迈进2倍。故此我们需要佛祖福佑，我们要得到佛祖快速加持。二是不能等待，一者孝养双亲不能等待，二者广造福德不能等待，而后读诵大乘经典以作回向，使万事顺利，忏悔过去罪障，必不可少。这样佛力易于加持。有一位居士听说读诵药师经，现生就能得到佛力加持，就能得到福报，又此经能通往极乐世界。
好处多多，故此他一心读诵药师经，可常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，同时广行善事，如经所教而行，已能达到心中所求。他想，我将此读诵功德回向能得到住所，并且得舍宅之后，一定将佛座镜设得更为庄严。居士不停地虔诚持诵，过了不久，感应就来了。居士各方面的事都很顺利，事业也顺，真的买了舍宅，使得居有定所，又将佛座设得很庄严，以报答佛祖之加持深恩。由此可见，要得到慈力加持，我们要依照经义择善而行，更要依靠经典的力量，使消除灾难。同时对于周遭亲朋眷属多多关怀，以期向大家求福利，故感应一成，这是一善，我们不间断。22不退是善。有一些人刚开始修行善法都很进步，到后来或碰到不顺心事，或久无精进力，生了退心。我们应该有很长远心，不退则尽是永久道理。佛菩萨教导我们要以身心是道场，长远心是道场，也即是教导我们要以持之以恒的修习善法，不管是自身内修，还是对外的广做善事，都要不间断。是一善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运气来了，挣了一点钱，过了几年运气不好，再也不能像前一样。究其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生中做了布施，做了点善事，过一段时间又不做了，故此他的福报不能长久。又看到另一些人运气总是跟随他，不管是做任何生意或任何执事，一生都大红大紫，旺得不得了，而且旺而能受，福报很大。究其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生中大做布施，广行善事，并且不曾间断，故此他的福报大而长久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一生的福报是过去所造福德而产生，若不做财施，就难以得到钱财。因此为了以后的福泽，我们应不间断而做善事。如果我们目前处于穷贫或经济不景气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应有能屈能伸的丈夫态度，平常心来对待。因为我们过去生至此的造福断了，使得目前穷困，不能延续财富。我们可以用尽力做好事的方法和祈求佛菩萨护法诸天加持的方法，使我们造福间断迅速过去，使福报现前。如果我们常常做善事，不怕以后无福，故不退，不间断做善事功德事，是一善，那是延续我们以后生生世世常得顺利富贵的根本。23积功累德。为什么精进修福德，却未见福报现前，而后期比较不精进，反而感应来了？很多人的心态都是急功近利，看见自身勤读经咒念佛，而又向外布施行善，
却不见福报来临，顿生了退心，或内心，或行动退步很多。这时福分来临了，做事顺了很多。他想，经济一点也没什么作为，像现在这样不也能得福吗？这个人不知道目前的得福，正是前段时间所种的福因成熟，与目前不勤行修行、不勤布施是没关系的。福报必须有福的因缘。一个人目前处在困境，并不意味这个人就一无是处。当他福的因缘成熟时，自然得福而快乐无比。有一个人，他感到非常不解，为何他自己没有做恶事坏事，境况不好，而且很多事都不顺利。他有一个同学，以前做了很多缺德事，但是过了几年，他的同学摇身一变，得了一个小官职。这个人的心态极不平衡，总认定人要成功要有不择手段。那日来了一位深解因果三世的善知识，听了这个人的一番诉说之后，观察了一下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目前没有做恶事坏事的人，过去没有布施，而且一段时间以偷盗为生，故此感到目前家里人散，挣钱非常艰难，福报极薄。而那个得了小官职的人，过去一直都很照顾穷苦亲朋，亲朋没事做生活困难，他都极力帮其找工作，有时将自己所挣钱财赠与困难者，使得大家渡过难关。这个人听了善知识的话后，恍然大悟，感受到因果的不可思议，而后立作良善之事。可以看出，要有福缘才能得福报，并且要堆积很多福的因缘，才能成就大福大慧的人。那个得小官职的同学，未得官之前还做缺德事，实与他过去造福没关。而很多人看到这情况，以为造罪也能得福，目前造罪以后报，目前得福是过去造，两不相干。故我们应积功累德，是一善。24自律是善。为什么我们要见到自己的过失，不要看别人的不是？前文说，早起打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地上霜。这句话其意深长。我们若打扫好自家门前雪，好处有二：其一，自己不被伤害；其二，别人路过不被伤害。关于他人地上霜，并不是说他人的死活我们不管，也只有我们做好自己，洁身自好，而后以身言教，才有能力和说服力去感动别人，使他人受其触动，改正自身，清理地上之霜，让大地一片洁净。若我们不清除自身不纯洁的心，而且对于他人过失加于批评和下井头时，内心将是一片黑暗，故此会受报下堕黑暗之地，无非生于地狱，恶鬼之报，长受痛苦。纯洁之心，一片光明，我们自然会好报于人间，天上乃至极乐光明之地，长寿安乐。有一位女人，
从20多岁以来与儿子一起生活，从那时起就持素念佛。这位女人心地很善良，从来不曾说人是非长短，别人的好事她总是赞叹不已，口德很好，而又对人很关心。他人若有困难，她总是尽力相帮，这样博得左邻右舍的敬重，大家对她评价极高。由此很多邻居都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学佛者，真正的好心人。大家也都跟他学佛，皈依三宝，也都跟着他行善积德了。由于这位女人既扫自家学，父又帮他人除地上霜，积累了一件复一件好事，一生下来功德无量，儿子也就受其阴德发了财，顿忘了幼时跟母亲如素，也忘了佛恩，生猛海鲜常流于口，不信如来正法，乃至毁谤。母亲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默默祈祷儿子能信奉正法。70多岁那年，有菩萨在女人的梦中告诉她，你将在80岁那年往生。一连几晚女人都做同样的梦。这位女人念佛功夫纯熟，但遗憾儿子不信正法，她顿时在佛前发愿，儿孙们能重归护持三宝正法，而后往生。说来也奇，女人发愿后感应就来了，儿子的七妹从那时就开始学佛，而且特别认真，每到姐姐姐夫家都不停教育姐夫合家佛法，并且经常一起到寺院广发善心，或时一起去资助贫困人群。这样热心做了几年善事，儿子天变地，变成了虔诚的大善人。这位女人暗自欢喜，感受佛力的不可思议。85岁那年，这位善心的女人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了。我们见到自身过失，即能断恶，原谅他人不是，即能向善。这位女人的一生，身口意业清净，一心向善，自成律仪，即每一小成功会成为大成功，即每一小善事会成为大功德，远离每一小恶会成清净业，故离恶向善为一善。25忏悔是善。我们目前很多业力是不是过去所造的？应如何消除业力？业力可以消除，必须从忏悔业障入手。一个人现前受了种种苦报，这是过去业报来临，定业是难躲，但是我们是有办法减轻定业，把将重报减轻为轻报，把将在恶道报变为人间轻报。我们学佛修行之后，有时反而感到业力障碍，这其实是好事。这是佛菩萨把将我们过去所造恶业，必须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中报化为人间轻报。世间上中年丧夫，老年丧子，疾病缠身，残缺五官不全，孤寡一生，飞来横祸，子孙不孝，妻不贞良，丈夫不善，乃至贫穷枯碌者多多，更有怀才不遇，含冤受屈，
若小被欺，乃至力不从心，实都是过去自身所造之恶业所缠，障受等等苦报。经中说道，自从我们与佛祖释迦如来同样是凡夫俗子的时候，如今世尊释迦如来成佛以来，已经很久很久了，而我们即是依然单染六尘，转轮生死，受大苦恼，求出无期。这些都是我们立生以来不孝父母六亲眷属，贪恋淫色酒乐，亲近非圣，梅侠恶友，杀害一切众生，造诸恶业，恶业因缘，故得苦果，独应此苦，无待受者。不要说我们今生中无有些罪，这都是过去生中成就的无量恶业，追逐我们，如影随形。于此，我们应先了解，这不顺心事都是我们自身所造，如是受了人间种种苦报，我们不要害怕。佛祖教于我们离苦方法，第一，忏悔。我们过去现在所造一切罪业，可以读诵慈悲三昧水忏、梁王宝忏、礼佛忏悔文或其他忏悔业障的忏法。读诵以上忏悔法门是一个方式，而忏悔罪业最切要的方式是不要再造新的恶业，这样老的罪业才能消除。第二，广造善福，弥补过去罪过。很多认为造福得福报，造罪得罪报，不可抵消，但是我们的善福造得很多，护法神也会很多，故一些面临发生的灾难，因此在护法神的保护下，大难变小难，小难成吉祥，或者在受折磨的情况下，由于造福力的缘故，已经发生了的苦难，我能平稳度过，再见春天。是故善福补过是为妙法。第三，为人宣扬善法，使大众人心向善，这样我们目前所受的苦报会很快过去，因为大众在我们的宣说下会去做好事，远离了恶业。若我们不去为他们宣说，大家在不懂正法的情境下会造业伤害他人，由此不被伤害，正好弥补我们过去造罪伤害他人的罪过，使我们快速又复顺利。所以扬善很切要，又一妙法。而一些已经发生了的苦报已成定局，造再多的福利都不济于事，如残废、折脚、折手、老年丧子，我们当然不能令他们平复如故，但是我们要深刻地知道，这些报应罪业不是说我们今生报了，来生就不会。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一项罪业一报应往往就是500世，也即是说你今生折手或老年丧子，往往今后几万世去出世都会受同样的报应，直至业尽为止，那是很可怕的事。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有以上3种：忏悔、广造善福、为人宣扬善法的妙法，我们不但以后不受余报，而且今生自然会感应快乐的种子，
因此忏悔过去罪业不复造恶业，才是真忏悔。是一善。26皈依是善。皈依三宝的功德有多大？为何要皈依三宝？皈依三宝，佛法僧的功德很大。佛祖在《孝量功德经》中说，如果有人用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等4事供养3000大千世界如来，供养了2万年这么长，诸佛灭度后，各其塔庙，再以种种供具香花供养舍利塔，那么这个人的功德大到不得了。但是不如有人以纯净心皈依三宝所得的功德那么大。所以皈依三宝有无量殊胜的功德。当然佛祖指出的是要我们用纯净心，纯净心即是发自内心，而且纯净心要依照佛祖所教导正法，切忌邪教邪法外道去修行，自然得福无边，供养诸佛2万年，而后见舍利塔在供养，何故功德不及纯净心依三宝？原因在于前者是在修福，而后者皈依三宝，即是福慧双修的脱生死的无上妙法。三宝佛法僧代表觉悟、纯正、清净，所以皈依三宝也即是念念要修行觉悟，内心纯正，言行清净。故此福分来自于自性的流露，取之不尽。如法皈依得福很多，但是如果皈依之后未能如法，也是难以得福。故此我们应该知道，皈依之后应着力修行觉悟，正心清净。是一善。有一位女人10几岁那年就皈依了三宝，后来嫁了人，由于丈夫懒惰慢从，女人只得期待夫老，为多挣点钱，女人奸商成惯，对于丈夫儿子都不正确引导，只是一味纵容，反正自身有能力养得起家庭就好。2个儿子长大了，不单像丈夫一样懒惰任性，还胡作非为，女人一错再错，最终2个儿子都成了阶下之囚。又有一位女人皈依三宝之后，更是如法修持，一向鼓励丈夫勤劳简朴，对于几个儿子都严加管教，自己以身作则。后来全家都皈依三宝，成了佛代家庭。几个儿子长大后各有事业，诚实经营生意，从此不要说为非作歹，全家都力争做善事，利益大众。因为大家都懂得因果，女人家庭各是顺利，放下心身，一心修行作福，也为大众做了很多贡献，备受大众的敬仰。故皈依三宝，乐善好施，是一善。27救人即善。为什么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？佛陀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浮屠就是佛祖的舍利塔，也即是说救人一条生命。
功德超过建造佛的舍利塔。何以故？人命最尊最贵。很多人都知道放生功德无量，而不知道救人命也是放生。当一个人睡在病床中，贫困而断一断药即将逝去，而我们伸出援手给他钱财，给他医疗和保暖，这个时候这位病人因此而活了下来，我们得到的不单单是布施的利益，而且得到最大的放生，因为我们放生了一个人，延续了这个人的生命。所以经中佛陀说道，圣造七宝塔供养佛舍利的说法，这是极点的说法。人的能力有大小，科学家制造好的物品而利益大众，医学家制造出好的药品而拯救无量生命。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是尖端人才能利益十方，但只要尽力而为的心量就是功德无量。而我们救活了一个人的生命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救活他们的慧命。救活慧命就是必须从宣扬慈悲的心灵、行善积德的重要性、自信觉悟的重要性，也只有我们使大家能够修福修善，觉悟自我，才不会继续出现贫穷疾病沉沦苦海的局面，也不会因为没有觉悟而去伤害大众，使自身受到罪业的报应。故此我们不单施财施物品，而且施与大众行善修福修慧的妙法，更是功德无量。所以可以看出救人是大放生，因为被救的人会再救别人，再去救度无量众生，这样才是财物妙法同施圆满的做法。28当下造福篇，如何把握当下？我们要深刻的理解，把握当下而不是享受当下，不能错误理解。把握当下也是我们目前创造美好的是何物，目前能够尽力去利益大众，目前去修持好自身的功德，更能使大众从你的行动得到利益。这是把握当下，你自然未来会得到无量的福分，而不是诸佛菩萨祖师说把握当下。那我们赶快享受吧，目前多快乐一天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目前很快乐就好，那是在消福，不是在造福。活在当下，就是不要每天愁眉不展，我还未发财，我还未买房，我要做的是很多很多，但还未实现，太烦恼了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世间一切事物念念迁灭，不能常住，我们不要太刻意追求。有为之法，其性无常，生已不住，寂灭未乐。也只有我们有造福报的因，才能得福报之果。打妄想生烦恼，要想得到，那是白费功夫，自找苦吃而已。故我们放下贪欲之心，行善做好事，修持精进，不要荒废不读佛祖经书，有善事要乐意去做，活在当下，目前也就清凉安心快乐，未来也能得福得慧。因为我们做每件事有去尽力也就可以，得到与否已是天意，
心不要执着，才是活在当下，也是一善。得正圣人的明心见性，也是来自于放下身心，体解到世间瞬间万变，得到又如何？也是无常转眼成空。昨日交融艳丽，如今音容何在？昨日皇城尊贵，如今已成他人。唯有业力随身，苦楚来世。古孟冬祖师说，化道无常只自悲，百年弹指欲何为？唯求慈复垂哀悯，小小莲花雨一枝。故此我们必须把握当下，只管造好因善因，一定要坚持读经持咒念佛，不要光说而不去做利益大众的事，不要自私自利，不要老想着不付出就要得回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，种下善根，认真修持，功道自然成。有很多人这样想，当我发大财我就来大做布施，当我有空闲就来修行，结果财也发不了，大把的空闲时间都用去打妄想，修行也荒废了，一生碌碌无为而空过。其实在无能力的情况下，就是一文钱都是大功德。不去打妄想，放下身心，就是修行。当下不是一点点东西，一文钱，当下只惜妄想而得定力。我们已经既修福来又修慧。关于以后发大财大布施，有空闲来修行，那是以后得到再做的事，空谈而已。故此当下造福修行最切要。是一善，我们若能日行一善，广修善法，六波罗蜜，四摄法，此为佛祖之教育也。广修一切善，远离一切恶，广度一切众，我们定能得大福慧，早成佛道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日行一善，祝愿大众得大福报，精进学道，远离苦难，常随佛学，吉祥如意，更能同修日行一善，功德无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